今年 AI 产业带动股市涨翻天，尤其是台股，今年更是涨得不要不要的。但在投资圈里流行一句话：当海水退潮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了。接近2024年尾声的现在，也真的有些公司跌爆了，股价简直是打着打到手骨折啊，甚至还传出下市危机。可在先前，这些公司也是跟着暴涨了怎么会突然判若两人呢？你要了解，虽然产业可以大大的提升投资胜率，但不是盲目跟着这波顺风车就能赚钱啊。永远要对市场抱持着戒慎恐惧的心态，会买是徒弟，会卖才是师傅。买对了，那也得懂得卖才行。在这支影片制作的同时，台股低迷又量缩，对比暴涨的币圈，那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但你说有没有可能，在这种低迷的氛围下，正恰恰潜藏着2025年的产业机会呢？今天就要和大家聊聊网通产业，也请你把影片看到最后。除了今天的主题以外，后面我会提到2025年的黑天鹅，也许会腾空出世。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我平时会在文章教你如何按图施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商品跟重要关卡。我更想提供你更全面的学习资源，透过每周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深入浅出地剖析大盘的波段逻辑。稍后可以在这部片描述里的第一个连结报名我12月12日到25日的 Double Play 年终双杀活动，享有文章和线上教手月回馈12%。说到网通产业，很多人可能对于网通两个字既熟悉又陌生。网通说白了就是网络通讯，你可能还有印象，当年 5G 的横空出世，早就引爆了一波热潮，大家都在抢这块大饼，就好像的 5G 者得天下一样。尤其当时又正值中美贸易战的背景，美国卯尽全力不让华为占到优势。时至今日，有人说市场热潮已过，剩下的只是炒冷饭。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网络技术的长尾效应。从 1G 到 4G 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在初期引发关注，真正的长期利益却发生在后续技术落地和应用爆发时。那么 5G 呢？ 5G 不只是快，还是全球未来基础建设的核心，因为 5G 涵盖了智慧城市、自驾车、虚拟实境、物联网等无数应用领域。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人手一只的智慧型手机，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一个超级笨重又原始的时代，那就是 1G 时代。而在这场无线通讯革命的起点，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摩托罗拉 （Motorola）。摩托罗拉刚创立的时候，其实主要服务于军方，尤其是在2战期间，他们帮美国陆军研发出一款叫 SER300 的对讲机。别以为这个对讲机只有名字听起来炫炮而已，实际上在当时真的很厉害。虽然重达16公斤，需要专人背着走，但通话距离能达到12.9公里，让前线士兵和后方指挥部可以无缝沟通。这技术当时可以堪称神兵利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摩托罗拉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开始把无线技术推向商业领域。结果到了1980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大哥大。对，别怀疑，就是那个看起来像砖头一样的手机。虽然大哥大很笨重，但它第一次让随时随地打电话这个幻想成为现实，直接开启了行动通讯的时代。1G 其实指的就是第一代行动通讯技术，它是全模拟的，也就是说，当时的通话完全靠电波来传递声音，将介于300Hz 到3400Hz 的语音转换到高频的载波频率 mHz 上，从而实现语音传输。当时的 1G 系统主要是摩托罗拉建立的 AMBS， 它让手机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玩具，而是开始慢慢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而 1G 模拟通信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就是信号是随着用户声音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讲电话时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线路经常会出现问题。以当时的背景，大哥大所采用的天线技术和模拟信号技术，会直接决定产品的好坏。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厚重的电池加上长长的天线，大哥大砖块外观不只丑，而且还不方便携带，续航和信号都不好，用户常常需要在高处寻找信号。尽管是这样，大哥大还是有一大票用户，可以这么说，能在那个时代拿出大哥大波打电话，连走路都有风。所以你可以想象，80年代的摩托罗拉真的屌炸天，在通讯行业就是他说了算。不单单是无线通讯领域的领头羊，摩托罗拉还在晶片、彩电等技术上不断突破。
1989年，摩托罗拉甚至被选为全球最具前瞻力的企业。为什么摩托罗拉最终没能撑住呢？1G 时代霸主摩托罗拉，因为错估了数位通讯的威胁，依然死守模拟手机的市场。进入2G 后，数位通讯技术成为主流，模拟技术被淘汰，导致摩托罗拉的全球市占率从50%暴跌至17%。1997年，摩托罗拉终于被诺基亚 Nokia 取代，结束了它20年的辉煌时代。这个血淋淋的例子背后正传达我们一个真理：科技的领导者必须始终走在创新的前端，否则再强大的巨人也难逃被取代的命运。虽然他们的贡献永远不能从历史上磨灭，没有摩托罗拉就没有1G 的诞生，更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行动通讯生活。就是因为前人留下了许多从成功走向失败的例子摆在眼前，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你可以看到全球各行业的顶尖公司每年都会花大量的预算在投资研发新技术上面。好比说苹果手机，即使现阶段正在贩售的商品已经卖得下叫了，依然会把赚到的钱拨一大部分投入各项研发，一直推出新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功能。这个迭代更新的研发过程中，造就了在全世界吸引了超大量的果粉，让苹果成了世界顶尖的公司。他们也许开个500个研发专案，其中只有个位数的项目研发成功，那少数成功的项目就可能为公司带来长期的暴利，对吧？好的，这是正向乐观的思考方式。那严肃的想呢？就是如果你不研发，你的竞争对手比你先研发出来好东西，不就立刻动摇了你领头羊的地位了吗？某个角度来看，要持续拥有竞争力，也是必须被半强迫的往前推进。其实今天不管你是老板、创业家、上班族、家庭主妇，不管做什么生意、投资什么商品，大部分是没有时间去研究各种商品的基本面的，常常盲目跟风。仔细回想一下，这样的行为有长期稳定的让你赚到钱吗？任何商品要发动大趋势的条件，说穿了就是需要大量资金流入或是流出。在大行情发动之前，其实都能从 K 线图中看到许多大户进场的痕迹，所以我们只需要减少出手频率，把时间跟精神花在寻找大机会，一次赚多一点。这种模式的满足感跟成就感，不是每天赚菜钱的操作模式可以比的。就像台股、美股转弱讯号都已经出现，我在11月底那周已经在教学文章中教粉丝们如何判断转弱现象，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台湾索罗斯。我们纳斯达克11月26日的教学中也提到，最容易影响台股的指数就是纳斯达克，没有之一，绝对不是港股、韩股、日股，当然也不是道琼指数。你可以看这张图，上一次跌出箱子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大跌，这次刚跌破水蓝色的小箱子，并且回测没过，表示上方压力强大。但是水蓝色的箱子跌破并不可怕，若是更大的箱子紫色箱也跌破，就表示川普上任的前后，股市就会有一场腥风血雨。但是你不用太担心，川普上任前后1-2个月，并不会有类似于2024年7月的断崖式股灾。可是未来各位真正要面对的股灾会更胜于7月的跌幅，只是不会刚上任就发生。台股以及纳斯达克都已经出现转弱讯号，那我们来看看容易被牵连的台股。台股与纳斯达克有着相似的转弱模式，一样都是回撤箱顶就转头，容易跌到箱底。我在教学文章中都有教读者们怎么运用技术分析。既然川普当选后让股市有了转弱迹象，表示金融市场多数的主力对于川普跟马斯克的联手统治充满着担忧情绪。你如果没有及时调整你手上的持股，那也没有关系，毕竟空头趋势还没成型，你还有调整的机会。但是如果一旦趋势转向确定，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时间长短的单位通常都是用年当单位的。如果你希望能够比较及时的得到资讯，可以点击下方连结，在微股里找到更详细的订阅内容。当1G 开启了无线通讯的大门后，大家很快发现它的缺陷。1G 的通话品质差，保密性低，而且讯号还不稳。所以呢，2G 就顺势的站出来，大声地对 1G 说：“我要来取代你了。”2G 时代是一场欧洲和美国争夺产业主导权的激烈竞赛。欧洲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决定不再各自为政，要团结起来对抗美国了。所以欧洲组织了 GSM， 全名是 Group B Mobile 专家小组，研究出统一的行动通讯标准。GSM 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全球行动通讯系统，意思就是要让 GSM 成为全世界的通用技术。可以看得出来，这次欧洲是认真决定不让了。GSM 使用的是分时多工技术，英文简称 TDMA。简单来说，
就是把一条通讯通道平均分给8位用户轮流使用。虽然会限制容量，但是数位讯号的加入会让通话更清晰，而且还支援国际漫游和简讯功能，还引入了我们现在再熟悉不过的 SIM 卡，让更换手机变得更简单。结果呢？1991年，欧洲的 GSM 系统正式启动，短短10年内就覆盖全球162个国家，市占率高达75%。欧洲人不但在技术上取胜，还凭借联盟的力量实现了全球的市占率。这仗不但打赢了，还把对手压在地上摩擦。把镜头转到美国这边，这时候的美国在干嘛呢？和欧洲的团结比起来，美国反而在2G 标准的战役中产生分裂。当时美国提出了3套技术方案，其中最具潜力的是高通的分码多重进阶技术，英文简称 CDMA。CDMA 的核心在于用加密方式让多位用户同时通话互不干扰，容量远超 GSM， 甚至是 GSM 的10倍。做个对比就是 TDMA 的通道一次只能让1个人使用，8个用户必须轮流使用，容量有限。但 CDMA 可以让所有人同时通话，也不会被其他人听到。例如，编号1只能与编号1通话，互不干扰。这项技术原本是美军通讯的核心之一，但在高通的创始人 Irwin Jacobs 和 Andrew Viterbi 领军下，高通在1989年成功将 CDMA 应用在行动通讯上，成功将它商业化，成为2G 的一大亮点。虽然听起来 CDMA 就像的神奇黑科技一样不得了，不过 CDMA 面临几个大问题。首先，高通缺乏手机制造经验，难以快速扩展市场。欧洲的营运商们也对它的智慧财产权不感兴趣，即使是在美国，也只有极少数的营运商愿意使用该系统。再来，欧洲的 GSM 标准已经形成统一阵线，美国内部却在分散资源。最终 ，CDMA 虽然技术优越，但无法挑战 GSM 的全球主导地位。所以2G 时代简单来说，就是用数位技术让行动通讯进入全新的阶段。但2G 时代也让大家学习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只有掌握标准，才能掌握未来。而且从摩托罗拉的没落到高通的挣扎，你应该了解到，企业的成功不是只依赖技术创新，还要取决于企业能不能快速适应市场变化，能不能团结起来统整资源，枪口一致对外。如果说2G 时代是欧洲 GSM 的天下，3G 时代就轮到高通开始绝地大反攻。高通靠着 CDMA 的黑科技，从全球通讯版图中杀出一条血路。怕你们忘记 CDMA 是什么，我们来复习一下。CDMA 就是前面提到可以让多位用户同时通话互不干扰，容量远超 GSM， 甚至是 GSM 的10倍的技术。同时，高通也凭借着专利布局和地缘策略，打了一场让全世界始料未及的胜仗。我们就来看看高通到底是怎么在这种绝境下翻盘的。如果把3G 时代的高通比喻成一条不择手段的毒蛇，那专利就是高通的毒牙。刚提到高通是从军方通讯的 CDMA 技术起步，高通不仅改进功率问题，还将专利布局到极致。而且呢，高通的专利不是为了防御，而是拿来当做攻城略地的武器。哇塞，专利还可以这样搞啊！所以高通的第一步就是专利墙战术。高通建立了数千项专利的专利墙，涵盖功率控制等核心技术，让任何竞争者无法绕过。而且高通的野心真的有够大的，他们想要独享这波利润，还特地养了一大票专门控告竞争对手侵权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的人数还不比技术团队少，你就知道高通当时的操作有多狠了。这票专利律师团除了不断控告对手侵权外，还会大量申请垃圾专利，还有 CDMA 的外围专利，总之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并且声称这些外围专利的是新技术的一环，等于封杀了 CDMA 外围的所有技术。高通的第二步是买海量专利，毕竟有了海量的专利地雷，接下来就要让竞争对手疯狂踩到嘛。所以高通将 CDMA 专利埋进通信标准中，让全球营运商和手机厂商突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玩起踩地雷游戏，3两下就引爆，连自己怎么踩到了都不知道。帮大家科普一下，通讯标准的意思就是要让不同厂牌的手机可以互相打电话，例如苹果可以打给三星。而高通表面上提出一套采用 CDMA 技术的2G 标准，实际上他们把 CDMA 专利技术藏在里面，等于你使用他们的2G 标准时，就踩到了高通的专利。本来这样的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和别的国家与厂商的利益发生冲突，其他人一定会极力反对。但是2G刚起步时，
多数厂商的注意力都在欧洲的 GSM 标准，高通的 CDMA 技术还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所以这就让高通趁虚而入了。高通的第3步是把 CDMA 演算法嵌入晶片，这步棋的目的是要逼迫使用高通专利的手机厂商必须先缴一笔授权费，才能取得专利使用权，而且在晶片或产品量产后，再依据出货量收取产品售价一定比例的费用，平均还要缴纳手机销售额的5到10%权利金。说穿了就是和 CDMA 毫无关联的萤幕、镜头、机壳等零件都要被高通抽成。不过也就是因为高通这一系列有够狂的操作，多数营运商选择欧洲的 GSM， 让高通的 CDMA 一开始无法快速市场化，一直到后来韩国政府找高通合作才出现转机。因为当时韩国的通讯设备制造业非常弱，所以韩国政府找到高通合作。高通答应把每年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协助韩国研究。而韩国政府也宣布高通的 CDMA 是韩国唯一的2G 行动通讯标准，并全力支持三星、LG 等企业投入 CDMA 的商业应用。短短5年内，行动通讯用户数就增加到100万。SK 电信成为全球最大的 CDMA 营运商，三星也成为全球首家 CDMA 手机出口商。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说韩国人救了高通，就是这个原因。在高通和韩国人赚得盆满钵满、笑呵呵的同时，我们把镜头拉回欧洲，2G 的下载速度大概是9600ps 64kbps， 而3G 初期的速度就已经是300k 2mbps， 提升了整整30多倍。而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等欧洲大厂商虽然知道他们很难赢过高通的 CDMA， 但谁都不想屈服在高通的霸道之下，所以欧洲和日本联合起来成立了 3GPP 组织，想要一起制定全球第3代通讯标准。中国心想，既然你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那我也做一个 TDS CDMA。可以说，当时的通讯标准形成了3国鼎立的局面，谁能统一标准，谁就能掌握天下。虽然当时是 3GPP 的 W，CDMA 市场占有率最高，但是要绕过高通是先埋下了地雷，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其他标准都踩到高通 CDMA 的底层专利技术，以至于被高通硬生生吃掉一大块利润，让高通还是成为3G 时代的最大赢家。可是真正让高通大赚的，是因为智慧型手机的兴起，而且这还居然跟那个男人史蒂夫·贾伯斯有关。我们下集影片除了会讲那个男人和他的公司苹果怎么会和高通有关外，也会继续聊 4G、5G 是如何发展的，还有网通产业未来的展望。2025年是否还有值得投资的地方？又如果你没有遇到擅长玩波段的学习对象，可以在这部片描述里的第1个连结报名我12月12日到25日的 Double Play 年终双杀活动，文章任选手月回馈12%，再加码订阅线上教学一样手月回馈12%，跟着每个礼拜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让你除了买对，也懂得如何卖对。如果你对于金融商品投资有兴趣，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收看下集。你们对于高通埋专利地雷的做法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哦。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